是住得好。今天小编出任务，收到一个租屋族 Annie 的请托，我们要用多肉植物来帮她改造北漂的家。我们今天重磅邀请到有肉的 Samantha。大家好，我是有肉 Succulent 的 Samantha。那我们先大概来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15平的空间，只有1房跟1厅，所以基本上就已经看到全部了。然后跟所有的租屋族一样，很多家具其实都是房东留下来给他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要怎么用多肉植物帮 Annie 改造她的家？因为 Annie 家中的采光非常好，然后因为多肉植物又被称为懒人植物，除了按时浇水之外，采光跟通风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分成4个区域，从客厅、餐厅、玄关到露台来做这边的4个区域的布置。想问一下 Samantha 怎么布置这个小玄关呢？因为这个家它没有明显的玄关分区，那主要它有2个柜体，深色的木柜上面其实已经放了很多小物了，所以我会选择这个比较浅色系的柜子来做玄关的装饰。那一进门的时候，希望让大家有一种回到家很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选择了2个有杯跟碗造型的容器来做这次的搭配。我们在挑的时候其实有参考现在的色系是比较浅色系，我们选择现在比较有点灰粉带灰蓝的色彩，然后上面挑选的植物其实也有很多的巧思。第一个是会选择比较粉嫩系的多肉植物，然后它是可以有祝福的意涵。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有招财意涵的植物，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这个植物鹰爪，它可以有招财的意涵，然后把 Annie 本来就有的一些收藏水晶，用色彩的分类把它放在上面，一起做整体的搭配。那我们接下来来到客厅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听说是 Annie 最常待在这个小角落里面追剧啊。那我们在这边准备的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植物，叫做上帝阁。会选择上帝阁的原因是因为客厅的家具啊量体其实都比较大，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具指标性，好像在跟你招手的植物，让我们可以区分客厅跟餐厅的空间之外，也可以让整个空间变得很活化。那上帝阁要怎么照顾呢？因为这一区的采光非常好，基本种任何植物都是很适合的。那上帝阁它比较重，所以我们在照顾上呢，我们会选择底下有接水盘的容器，让我们在浇水的时候不用一直把它移动来移动去，因为非常的重。在这个室内空间浇水的频率大概是1个月1次左右就可以咯。然后特色其实就是它有很多侧芽会长出小手，那这些小手啊，其实它都可以再把它的手的那个节点切断之后，又种在一个新的盆器里面，你就像是一个仙人掌妈妈，可以越种越多盆。为什么会想要在茶几上放一盆花？比如说平常在买花的时候，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当季的花材，随着心情做更换。像我们这次选择的就是比较春天感觉的橘红色系、黄绿色系的色彩，一看到就很明亮，看到心情就会愉悦。因为我们在花市的时候都很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花材，其实会也不知道从何挑选。那我们把握几个原则，我们就挑选有层次高的，然后也有层次比较低矮的，然后让这个线条可以用高层次的花材来做延伸之外，低矮的素材又可以攀附，有点垂坠在桌面上的感觉。因为这个桌面其实没有很大，所以我这边选择的是这个生态瓶来做空间的装饰。选择生态瓶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整个家中采光偏比较少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虚光性相对比较少的生态瓶的话，它可以很轻松的在这边可以继续种植。生态瓶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盖子盖着的种植，然后有时候我想看一下它生长的样子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它生长的样子。平常盖起来的时候，有猫啊在这边跳来跳去，它也比较不容易直接的抓伤这个植物，所以我会选择这个小巧可爱的生态瓶做这边的装饰。那我需要怎么养这个生态瓶？因为生态瓶它里面就是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里面的水、微生物还有植物都可以在里面自然循环。我们只需要偶尔打开看这个盖子的壁缘有没有水珠的凝结，跟这旁边的水分是不是足够的，适当的补一些水分，就可以很轻松的养这个生态瓶。接着我们要来布置露台的部分，因为露台布置的区块就是在这个落地窗之外有遮阴的屋檐底下，然后因为它不会直接泼到水，那我们选择种植的植物呢是这种有垂坠型的植物，因为它可以挂在屋檐上方，这样垂坠下来就非常的漂亮。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的是这个植物叫做丝尾，丝尾它的线条是细细长长的，也有往上延伸跟往下垂坠的线条型的素材。再来推荐的是这个圆圆的一球一球的银币型的素
素材，这个叫做串钱藤，都非常的适合作为我们露台的装饰。然后这2个植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很喜欢水分，所以大概1周左右就要记得浇水1次。然后另外再来介绍的是这个叫做猴尾柱，仙人掌的垂坠型的植物，它会像是猴子的尾巴一样垂坠下来，延伸出去。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身上的刺是有点带有金黄的色彩的，所以它阳光如果洒落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漂亮。那在为这3盆植物设定位置的时候，我会选择比较重的这一盆猴尾柱放在这个椅子上面，因为听说 Annie 也很常在这边会晒晒太阳，喝个下午茶，它可以在侧边让植物有垂坠的感觉。然后另外2盆呢，因为它们的姿态是比较明显的分别的，它们可以一起施挂在屋檐上面。哇，我们今天花了3个小时的大改造，终于完成了。谢谢 Samantha。那如果大家有更多对多肉植物或是植物相关的意见，或是你有想要买多肉植物的话，都可以到有肉的官网跟门市哦。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或者是来门市来询问我。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及开启小铃铛哦。拜拜。